大家好，我是埃及南希。如果你正在吃饭，那刚好，今天的话题非常下饭。欧洲人吃木乃伊的历史。欧洲从12世纪开始就已经把埃及木乃伊当作药物了，有个头疼啊、中风、能出血的都能治。最主要的原因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能装牙。当时的欧洲人相信，木乃伊经过几千年前都没有腐败，肯定有某种神秘的能量。吃了能把这种能量转移到自己的身上，又起始皇室，他们认为吃了法老的木乃伊就能得到法老的力量，其实他们吃的根本不是法老。法国国王 Francis 一世使用木乃伊粉治病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随身携带的国王之水就是用头骨粉泡酒做的。据说他还把木乃伊粉抹到皮肤上吸收药力，这哥们儿最后死得挺惨的。达芬奇最爱的也是汾酒，甚至写了《战争与和平》的托尔斯泰都认为木乃伊是促进生长的药物。可以看出，当时在欧洲吃木乃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。16世纪的时候，埃及颁布了法律，禁止木乃伊出口，但是完全不起作用，大量的墓葬被盗，纯正的木乃伊被偷运到欧洲，就连普通人来埃及回去的时候也要带几块木乃伊。但是法国有一句话，去到埃及，你要不是一直收木乃伊，一直收鳄鱼，你都不好意思回来。这些旅行者、冒险家、考古学家带回去木乃伊之后，会举办一些很隆重的宴会，当中打开木乃伊绑带，给来宾欣赏。小英博物馆的馆长曾经就是主持过木乃伊的打开活动，这里还有一个当时的邀请函。那欧洲人是如何使用木乃伊的呢？基本上先磨成粉，泡在酒里、蜂蜜里或者醋里喝下去，也有一些人抹到皮肤上吸收味道，或者涂到脸上美容。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开始吃木乃伊呢？原因之一是翻译问题。阿拉伯语中的木乃伊叫摩灭，和沥青相似，而且颜色也接近。当时沥青不用来治疗骨质或是外伤，但是很稀少，欧洲人以为是一样的，就开始吃木乃伊。其实木乃伊的黑色大部分都是树脂，后来大家都知道翻译的问题，但是还是继续吃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的欧洲人不仅吃了埃及人的祖先，连自己的同胞也不小心吃下去了。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期，当时生活在埃及的希腊和罗马人也开始学埃及人，死后把自己做成木乃伊，而且在木乃伊绑带里面放了更多的珠宝。没想到几百年后，被同胞成批的都回去下酒了。而且这些外地人不太注重尸体能保存多久，就用了比树脂更便宜的沥青来做防腐，结果误打误撞还真的被同胞吃到沥青了。其实我觉得和翻译问题关系不大，就是当时的医疗落后加上心理变态导致的。当时的欧洲人并不是只吃木乃伊，新鲜的血液和肢体早就被当成药材了。木乃伊在欧洲不被认为是谁的亲人或者祖先，而是商品，不仅用来做药，也被用来画画，叫木乃伊钟。法国罗浮宫的镇馆之宝之一自由引导人民就是使用了木乃伊钟，一直到1980年，用木乃伊做的颜料还能在商店里买到。后来画家发现木乃伊钟并不是很好的颜料，时间久了也会开裂了，就不用了。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木乃伊稀缺了，或者画家发现了它的原材料是木乃伊的。欧洲人狂吃木乃伊，导致当时市面已经买不到木乃伊了，脱销了，埃及棺木也全部被盗光了。这时候一些人就开始做假的木乃伊，去墓地里挖下来刚买下来的尸体加工一下，或是干脆用动物做木乃伊。后来被所有人识破后，就放弃吃木乃伊了。没有木乃伊吃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开始吃新鲜的尸体，包括血液、骨头，甚至月经血和大小便都变成了药材。有一个谣言需要澄清一下，很多人认为埃及在19世纪用木乃伊当火车燃料，网上一搜，所有的文章都在说是事实。
就连大英百科和 BBC 都在说埃及人在19世纪上木乃伊开火车，其实这是完全谣言，没有任何证据，仅仅是马克吐温的一句玩笑话，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埃及人不珍惜自己的文物历史。那埃及人是如何看待木乃伊呢？其实木乃伊在埃及并不是文物，去过埃及博物馆也会发现木乃伊和文物是分开的，而且禁止拍照、大声讲话。很多埃及人认为木乃伊不应该展出来。在萨达特时期，埃及曾经已关闭了木乃伊展览，后来很多国家和埃及沟通，最终决定继续展览，但是禁止出国。2021年的时候，埃及博物馆为了更好地保护木乃伊，给他们举办了非常隆重的搬迁仪式，从旧的博物馆搬到新的文明博物馆地下展出。这两件事也能看出埃及人对待木乃伊的态度。那欧洲人到底吃了多少木乃伊呢？这个已经无从考证了，但是肯定不会少，因为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在使用木乃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别忘记1键3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